double lag 有一点点。OK。本集视频由70迈赞助播出。OK， 我手上这个就是开车必备速成老司机的神器，这是70迈新推出的行车记录器，它叫做70迈 M500， 外观是灰黑色的合金塑料材质啊，其实蛮有质感。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整齐，正好这一台 M500是一个无屏设计，体积也非常的小巧啊，也不会说遮挡到你开车的视线啊，还有什么的。那侧边这里的话呢，就有一个连 iPhone 都没有的 Type C 接口，而且 M500 呢，它也搭载了 eMMC 内置存续，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面对到有任何的跳帧啊，或者是 SD 卡的错误，那你就不用再花钱去买 SD 卡装下去咯，又可以省下一笔改 LED 灯的钱呢。至于安装方面呢，也非常的简单啊，你可以用这个附送的插口啊，插在烟头这里供电，然后再把数据线藏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还是不会安装的话，也不要紧啊，你把车开到去最靠近的 accessory 店啊，让专业的师傅安装就可以了。安装过后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是年轻人，你会用手机，你会上互联网，基本上都是 OK 的。你可以先下载70迈的 App， 然后用 WiFi 连接，速度也挺快的。连好 M500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实行的行车记录器了。下载的速度呢也相当的快，这个就是我蛮注重的一样事情啊。一个行车记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画质了。70迈的 M500呢是一个170度的超广角镜头，拍摄的视角很大，全部盲点都跟它拍进去了。遇到不讲理的司机，刚刚 po 他们到 KL 水站去就对了。OK。70迈 M500 呢有出色的画像材质啊，1944P 高分辨率，比你们现在看这的视频才1080，其实这一个呢比我的视频来的更高清。你们也可以看到夜间也不会因为复杂的灯所影响到画质。你还可以附加一个停车监控线，将几个小时的录像监控呢压缩成几分钟，让你快速捕捉你停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加上了它里面内置的 GPS 还有 GLONASS 的追踪功能，让你的 M500 定位系统接收来自2个 GPS 的信号，并能够精确定位。其实 M500 呢还有辅助安全驾驶的，比如说广掌 ADAS 功能，中文叫做前车碰撞。如果你的车距离太近啊，车道偏离、行人碰撞等等的提醒功能，它都可以侦测到啊，蛮贴心的。Caution, front car. Lane departure. 哦，对了，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业界首创的蓝牙胎压侦测功能，英文呢也叫做 TPMS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但是你必须要在每一个轮胎上面装上这个感应器呢，你才可以使用。M500 在传感器侦测到发生异常的时候，会发出语音警报，也就是说它会用里面的语音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哇 ，TPMS 还有行车记录器2合1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总结来说，这一台 M500 呢，可以让我们很好的了解到我们的爱车在附近的状况、车辆的位置啦，而且在行驶当中可以拍到很好的画质，特别是它的画质上是比较。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它能够拍得很清晰。所以，亲爱的车主们，你们会考虑这一台这样的行车记录吗？详细的资料呢，你可以看影片的下面 description， 我会把链接放在那边等等的。所以事不宜迟，我们的影片正式开始。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看到我来到后面这里就是要上山了。今天我会开一辆 Nissan Almera Turbo VLT。如果你们还没看我的 Part 1介绍这辆车的影片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去观看。今天陪我跑山的拥有阿军，就是之前我试驾他的 MyV 的。这辆车我不介绍太多了，但是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麻烦大家还没订阅我的，按下一个订阅button，这样子我更新新影片的话，你才会及时收到啦。那我们的影片正式开始 ，Let's go。拥有 GTR 的影子哈，它的前面啊、前脸啊，有一点像 GTR 哈。这一代的阿米拉真的是比上一代完全不一样。上一代我小开过一段啊，真的是很 Melodino。这一代的话是做的非常的好。轮胎是205/55R16 Continental UC6啊。那我们今天车上就有我子祥，还有他的朋友冠军哥，我们3个人今天在车上。啊，这辆车有一个声音，我刚刚发现到的。听到吗？这个是在以前旧的 Honda 啊听到啊，但是在Nissan的车啊，以前 Diana 那些都有的。好，
今天我们上山就不开冷气了，我们就开风、开窗 ，compressor 关掉，系上安全带。这辆车的话是一个 CVT Xtronic 5段变速箱哈，有 Hill Hold Assist， 所以我今天轻轻松松踩一点油。OK， 它的引擎呢是一个 HR10 DET 1.0公升啊涡轮增压引擎3缸哈。坦白说，它力水是还不错啦。如果你要比起 CD 来讲，它会开的会比较轻松，因为它有 turbo 嘛，扭力啊，在2400转到4000转左右就可以爆发应该是讲152牛顿米和100 PS 啊，100匹马力啦。是比较轻松的一辆车，当然这辆车不是拿来叫你虽然它是尼桑呐 GTR 的血统啦，但是你不要当它是 GTR 啦。家用的车，但是是非常的不错的，我感觉到。当你切换到这个 Sport 啊，在这个排档杆有一个把灯按下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到那个车会比较轻松一点。这个我 Sport Mode 已经开了是吧？开了，对，开了，是非常的。算是轻松了啊！轮胎 UC6 还不错。哦，那个 braking 不错哦。What？ 我在补回油的时候就感觉有点累低了。OK， 是比较轻松的，它不会像拉牛上树，不会太拉牛上树。它扭力是大了，但是马力就缺了一点点。如果你比起 CD 啊 ，CD 有120匹，这辆车没有。OK 啊，这个 handling 还不错嘞。它整个suspension 的很扎实去哦。如果是上一代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力水这样。上一代啊 ，4AD。上一代我基本上40到60就不会上了。应该后面的人会比较侧倾一点吧？对。侧倾会比较多啦，因为它的这个悬挂的会比较软一点。OK， 来到这边云顶的话就是要这样了哈。我感觉到我的坐姿不对 ，steering 这样还好一点，还要拉前一点。它的 steering 很好嘞，它可以调得很出来，很适合我们要玩山路的时候用的。对对对。OK，full throttle， 有换挡的感觉哦。基本上都是一直在地板油哦。braking 很不错哎，有力。前端啊，后段我就不知道，我没有重刹车。OK， 后面的后悬吊就比较偏软，导致说我的车在面对这种 S 弯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快及时反应回来。这个有点在像驾什么车呢？原装的 Camry 的时候也是给它这种感觉所以的话，可能要做一点小改装，变成了你的
S1 的时候啊，极速 S1 它会比较反应快一点。Hello Hilux。Hilux 直线是很快的，但是一到弯道的话，你就看他们够力了。可惜呀、可惜呀、有些人就是一个心理哦，你要快啊，想办法快过我了，真的会有这种啊。之前有一个坟场，坟墙，在我 video comment 吗？你要超速的话啊，你就想办法过我吧。但是停没有时速限制的哦，你可以跑多快就跑多快。就是 why 你为什么不能只是去一个左边？江南面我在讲，看去一个左罢了吗 ？Where you want go？ Come on Hilux, come on。需要那个这个够高，它都先做到。哦，它就显示到，可能它也会自动刹车吧。会，但是真的要很贴啦，它不会像MyB 那种这样，基本上它没有到了就把你 break 了。哦。我 feel 到这辆车的屁股是有点重啊。真的。Alright， 我们很快就到半山了。我叫阿军，要跟阿军讲拜拜了，阿军，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他应该在后面。哦，他知道旁边有个车，滴滴 meter 也会 show 哦，我现在才发现到。对 meter 也会。还会跟你讲。这个过减速带很舒服哦，这辆车。OK，floor throttle，double leg 有一点点。还抓得住哦。我觉得 ESC 是介入了，让它把我跑步好像cut掉一点了。有驾过旧的阿米拉上来吗？有。然后那个感觉是不是不同很多？差很远。之前那个是 4AD， 然后是1.5是吧？1.5公升 NA， 我觉得天与地啦，因为我把旧的阿米拉只是试驾一小段罢了，我就觉得，可能不懂怎样讲啊，感觉就是。现在阿米拉真的是上山真的是没有力。这辆车反而不同也好，上山也好，它都 corner 也输很多。
应该这辆车真的是很大的提升了，真的，完全不同的性格啊 ，Day and Night。因为这一代它的车脚有改善。哦，是的。他在 warning 我，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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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他帮你 brake 是比较大声的，它会滴的。那它也是滴滴滴，不过比较急促，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是比较大声的。轻微踩动啊，踩那个油那个刹车。它会把你刚好可以跟到前面车速这样哦。如果要关闭的话是可以的，是吧？可以关。在那个 driving assistant setting 那边。哦 ，OK， 舱机里面还是什么？啊，不是，这边啊。感觉它的 CVT 好像有一点懒散的，一点点啊，没有加很多啊。至少不会好像power cut啊还是什么。不过其实我发觉这辆车有个特点啊 ，CVT， 我根本是不需要去踩完，我只要把它好像3000多到4000转，其实是很够用的啊。你踩完是，除非你是需要直路的时候你才会踩完。过弯的时候基本上很对。刚刚我过了那个弯之后，我发现了这个车有一个弱点。刚刚我讲它视野是真的是很好，但是我发现这个逼勒有一点太过粗了。啊，粗有时候。所以我过弯啊，对对对，过弯的时候有挡到一点视野。IS 200。我觉得它是有点懒散了，现在。如果开 sport 的话，它又把你拉回去。现在是 sport 吗？不是？没有关掉。诶，它又关掉了。啊，你看，如果你一停，它直接关了。停下来。啊。现在我是sport mode 又开了。啊。哦，明白明白。它什么时候帮我关了？是我过半的时候啊？你换 N 牙或换 L 牙。哦 ，OK OK， 所以刚刚我换了 L。我现在没有把油门踩到底啦，大概88%，它的反应的确会比较慢了一点点了，好像不是很想去哦。可能是 CVT， 可能是油压比较高，油温比较高 ，sorry。不过它的这个黑油是用这 0W20， 是跟 Civic 是一样的啊 ，Civic Turbo。我现在顺到它去而已啦，现在是靠过弯了的了。后面的还好吗，冠军哥？可以。会晕吗？我是做到还好。你做过还好啦。可能我自己也是差不多是这样上。有做过后面没？没有啦。上山。好，前面跟后面很大分别的哇。那这种车后面会嘈杂声会比前面大很多。哦，是的，是的，我也是有看到这个 review 讲。这个就是 CVT 的坏处了，可能以后啊，油那个叫什么，我们的机油啊，是用的比较好一点点，耐热一点的。CVT 就没有办法了，可能加一个酷乐而已了。到半山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你想到顶的话，应该就比较有一点，因为它比较懒散了的。现在，我现在是油门踩到底啊。OK 了，放一点油。3000转这样子下，已经其实好像踩完跟没有踩完的分别差不多了。现在。
怎么有人下来了？check 一下的那个coolant是 OK 的。不过以这样的速度啊，稍微快一点点的速度是很 OK 的，这样子，它可以比一般的1000cc 来得快哦，这样真的。Alright， 我们就差不多到顶啦。感觉怎么样 ？Almera Turbo 好不好开？我可以说很好开这辆车。它的 steering 慢的时候是很轻的，但是到快的时候呢，它就有给那种重量了在那边。因为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现在很多车都是这样了。它不像 hydraulic 的车 ，hydraulic 的车呢，parking 的时候很慢的时候很重，但是你加 highway 的时候，你觉得那辆车好像轻啊，那个 steering 啊、我这辆车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什么，放在那边。OK， 好来，这辆车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它的 cornering 啊没有讲很好那种，毕竟有一个屁股在。当然它过弯是不错的，只是说当你在玩 S 弯的时候啊，反应较慢一点。这个东西是可以解决的 ，adjustable 那些是可以去解决的事情啊。它原装毕竟是偏软的嘛，其实到半山是没有问题的，半山再上一点点的时候是 OK 啦，但是基本上它的灯啊全部没有亮上来是 OK 的。这辆车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期待加 1.0 的 turbo 的，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值得啦，这辆车值得啦。关窗了之后啊，你发现到这辆车的隔音是真的是很棒，只是它的胎噪是有一点点的高，可能后面会比较严重一点，是吧？会听到比较吵。啊，现在它的力水又来了哦，轻轻踩不了嘞。它又来了，它又有力了，因为它冷了啊。啊，现在下山用 L。4500转哦，又来。engine 会不会吵？没有讲很吵啊。没有的，它的那个在眼睛隔音那边做的很好。不错 ，OK， 我们到了山顶，今天天气不是很冷哦。谢谢子祥，感谢你，新车就让我超上云顶。谢谢冠军哥，怎么样？后面做的 OK 吗刚才加快的时候，飞速转弯的时候就觉得很晕。 ？OK 啦，那我下车看看一下，让这辆车cool down。又有一辆涡轮增压的神车了。虽然它不是讲很有力啦啊，但是给我们一般的 KL 啊驾驶是非常的好。上山是收啦，没有讲很有力，但是比一般的1.0公升逊色很多，配备非常丰富的一辆车来的，是值得去买啦，是值得去买。加上这个外形呢，我觉得相当好看的。好的了，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喜欢看我的 POV 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